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风平浪静的大海无法培养出好的水手。这句话其实是在讲一个现实啊，很深刻的道理啊。能力不是在顺境中长出来的，而是在变化跟困难中被逼出来的。没有风浪就学不会真正的本事啊！如果一个水手啊，一直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啊，他不需要去判断风向啊，也不需要去应对突发状况，也不必学会如何在危险中呢稳住方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一旦真正碰到强风暴雨啊，反而他容易慌乱跟失控啊。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是平平静静的、顺顺利利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生历练呢，只不过是一种安逸啦，而不是能力啊。真正优秀的水手呢，不只是技术好而已哦，而是风大时啊不乱，浪大时啊不慌啊，随时能够看懂的变化，做得出决定的。那这些都不是书本中教会的哦。而是在一次次的风浪中啊磨练出来的。那风浪给我们的锻炼不只是技巧而已，更是定力跟智慧啊。一直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呢，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误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那只是环境太安逸而已啊，太容易啊。人生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一直处在顺境中，或者凡事都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很厉害。顺遂的人生呢，就好像平静的大海啊，虽然可以让人无忧无虑的休息啊，但它不会让人成长啊。处在顺境不能说是不好啦，很容易让人松懈，因为人在没有压力跟挑战的时候呢，很容易变得没有判断力，警觉性很低甚至对自己的应变能力产生错觉就好像水手一直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技术其实没有被真正用过逆境才会让潜在的力量浮现跟激发出来所以真正的耐心、包容、定力、智慧、反应等等，都是在不顺的时候才被逼出来的生活中顺利境界都会随时发生所以人生不会没有境界的，而是要懂得借境修心处在顺境中就修无常观，处在逆境中呢就修因缘观，处在是非中呢就修清净观，这个叫做借境修心也叫做借事练心所以处在顺境也好，处在逆境也好心中要存着非好非坏非顺非逆非福非祸能够有这样的正念，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入不二法门。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不是否定好坏顺逆福祸等等的现象存在，他不是否定这些现象的存在，而是不被这些对立的现象跟概念呢绑住，也不是要把顺逆福祸得失把它消灭掉，是教导我们要超越分别心进而看到深一层的实相那一般人是这样子的顺就欢喜了，逆就痛苦了。这个不二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对立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去分别出来的。那非顺非逆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人生没有顺利，不是这样而是指一种心境。什么心境呢？就是顺境来不贪恋，逆境来不抗拒那这样的道理，我们要是真正了解的它的真相以后呢，我们同样也会知道一个道理能够入不二法门，那也会把惊涛骇浪跟风平浪静看成不二，都是好事一桩。也就是把原本对立的这个两个现象呢看得很淡这个功夫叫做什么？我们常讲的逆来顺受，顺来看破
这些人生道理的真相呢，也是需要我们在投入人群之后呢，历经人跟事的狂风暴雨的洗礼之后呢，才会经一事长一智啦。一直处在这个平静大海中的水手，或不敢入人群的人呢，比较没有机会去体悟这些道理。因为一直处在优渥环境的人呢，他无法体会什么是苦啊，什么是无常啊。但是人生毕竟有顺利起伏，不是万事如意的啊。一旦一点点的挫折或者不顺心的逆境到来啊，马上就会感觉受不了，因为以前没碰过啊。这时候才会想到如何要把这些忧悲苦恼把它消除掉，如何把身上这些包袱放下。那一旦起了这样的念头那就是想要修炼的开始的啦。其实是这样子，一个人呢，平常不修炼的话呢，他的心是软弱无力的，好像我们身体不运动也是没有力量一样啊。我们不容易察觉自己的心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一直处在顺境中以为幸福的人生会这样天长地久下去那直到有一天境界现前啦，也就是强风暴雨来了，无常来了，才会感觉自己实在是手无缚鸡之力脆弱的不堪一击即使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件3分不如意的事情我们都会把它看成是10分的痛苦因此才说呢，顺遂的人生就像风平浪静的大海让人安稳但真正能让人力跟定力的启发出来的，往往是在风浪之中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个道理在一个沿海的小镇有2位年轻的水手一个叫阿明一个叫阿强。那阿明呢，从小在内湾港口的内湾工作在这片风平浪静的内湾，几乎没有什么大风大浪那这个阿明每天呢，驾船撒网收网一切顺顺利利。久而久之呢，这个阿明呢，驾轻就熟啦，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老练的水手了。那阿强呢，却在海外讨生活的。那各位知道海上天气多变嘛，常常会怎么风浪突起那有时候呢，有时呢刚出海是晴天那转眼间的乌云密布，海浪一高起来呢，小船就好像什么叶子一样被抛上抛下。因此这个阿强呢，学会了看天色判风向，也学会在恐惧中呢稳住自己。那几年后有一天呢，乡镇来了一场罕见的这个强风暴雨。那阿明呢，在内湾这个阿明呢，第一次碰到有这么大的浪手忙脚乱方向抓不稳了，那心里就越来越慌那小船也就越不受控制啦最后只好狼狈的躲回了港口这个时候呢，阿强呢反而显得很沉稳，他不急着对抗海浪而是顺着浪势调整自己的航向，最后不但安全回到港口还帮忙引导其他的船只避险那风暴过后以后呢，这个阿明内湾这个阿明，他才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过去那些的顺顺利利，不是因为自己很厉害而是因为从来没有被考验过，从来没有被考试过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没有风浪的时候看不出功夫啦，有了风浪才知道这个人稳不稳其实就是古人所讲的嘛，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一个钢琴家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练琴他的指法会变得生硬曲子也会变得生疏一个音乐家也是一样一段时间他不练唱嗓子会变得很生硬歌曲也会变得很生疏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运动也是一样肌肉会流失嘛，也会软弱无力甚至走几步就会很疲倦很喘同样的道理学过英文的人如果长期不讲你只学但是你不讲不听，很快就卡住了甚至连最简单的单字都会记不起来但是如果只要每天接触它一点，
很快就会找回感觉的啦。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心如果不去用它，不去锻炼它，它就会让他们睡在那个地方啊，睡久了变成软弱无力啊。因为我们的心是不会自动成长的啊，跟刚刚前面那些例子一样，都必须经过磨练跟淬炼的啊。那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能力不用会退，身体不用会弱，关系不用会淡，心不用会乱。但只要愿意用，愿意练，这些潜能、智慧、功夫等等，全部都能够再找回来。人生成长的法则可以这样子总结了：没有压力，人不会成长。但如果只有压力，这样也会让人受伤了。那要怎么办呢？必须有压力，也有抗压的方法这样才能够怎么样？越挫越勇啊，才会真正的变强了。那人也不是因为没有压力才会稳哦，不能没有压力呀。所以人不是没有压力才会稳，而是因为经过压力才稳得住啊。风浪不是用来把人打倒的啊，是用来把人锻炼出来的。风浪也不是用来考倒人的，而是用来成就人的。逆境是真上缘，就是这个意思嘛。然而这个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什么？我们要学会在风浪中站稳，而不是被风浪淹没了。那这个就要长久的修炼啊，才会有功夫啊。举例来讲呢，有些父母很疼孩子啊，什么都帮他安排好，衣服不用自己洗，钱不够就给他，被批评就帮他辩护。那孩子一路走来，看起来是顺风顺水啊，但是一旦出了社会，被人责骂批评就受不了了，被拒绝就崩溃了，碰到压力就逃避了，好像温室里的花朵，不堪一击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风浪啊。相反的，有些孩子从小家境是普普通通啦，但是他却学会什么？什么事他能够自己坚强面对。碰到失败或挫折呢，他懂得调整自己的情绪。那这样的孩子未必是一路顺遂了，但是他内在会很稳。同样的道理一个警察啦，如果每天只处理简单的事情，没有经历冲突啦、压力啦、危机啦、抗争啦，那么当真正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慌啊，因为他没有经验啊，他不是老水手啊。但是那些经历过冲突、抗争或紧急救援，甚至生死瞬间的人呢，虽然面对的时候会很辛苦，但他却慢慢培养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正确判断、有责任感跟心理韧性的人格特质啊，这就是风浪培养出好的水手的道理啦。那修行也是离不开这样的道理啊。一个人如果每天只是别人顺着他，也没有人批评他，所处的工作环境都很舒服，这样他很可能会以为自己修养很好。然而真正的修行是常常是在被误解时、被否定时、被批评时、被委屈时等等，才看得出这个人会不会生气动怒啊，能不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能不能不急着解释啊，能不能没有报复的心理呢？这几个条件能够做得到，那就是佛法上所说的潜藏涅槃的滋味啊。那这个就功夫了得了啊。因此俗语才会说，能招天魔方铁汉，不招人忌是庸才嘛。长满果实的树，才会有人用石头去丢它，没有果实的树谁会去丢它对不对？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里面每一句都是非常有哲理的。
那苦其心志就是让你的理想达不到，也就是事事不如人愿，处处碰钉子，好事多磨的意思了啊。那劳其筋骨是什么？常常劳动你的筋骨，不让你懒惰，而且还要锻炼你的体能。那饿其体肤就是让你有挨饿过日子的经验啦，让你有吃不饱的这种体会啦。空乏其身就是让你身无分文，孑然一身，就是手头很紧过日子啊。那行佛乱其所为是什么？做什么事都不顺，样样失败啊，甚至呢好心帮人还被人家冤枉误解，很倒霉啊。这个就是行佛乱其所为的意思的。那最后这个动心忍性这个4个字太重要了，要好好解释啊。意思就是说，即使被冤枉误解，甚至被人羞辱凌迟，不但不会生气动怒，回家也不会生闷气，的，忍不住也要忍，因为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啊，这就是菩萨道难行人行的精神，也是出世间法了。另外，把自己不好不对的行为、习惯、脾气，通通改得过来，这个也叫做动心忍性啊，这是把动心忍性的把它延伸来解读了。那以上这几个是老天爷要给我们重大责任之前呢，先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呢，看看你可不可以经得起辛苦一阵子，才来决定要不要给你幸福一辈子。那为什么历史上一些划时代的人物或是高僧大德都吃过很大的苦头，好像上天故意在磨练他们，使他们本来做不到的要磨练到能够做到，使他本来不能够的让他得以够，不能的地方让他得以能。其实老天爷是故意给他最坏的环境，才能造就这些人将来做伟大事业。例如高僧传里面所介绍的嘛，玄奘法师啊，鉴真和尚啊，智者大师、法显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憨山大师、道安大师、鸠摩罗什等等，他们都是在传法或求法或研究经典的经历中呢，历尽千辛万苦跟种种的磨难呐，最后才松柏后凋于岁寒嘛，成为一代高僧嘛。这些一代高僧，他们不是辛苦一阵子他们是辛苦一辈子啊。老实讲经得起一阵子的辛苦，那还算容易因为忍一下就过了嘛。要经得起一辈子的辛苦跟磨难，那这个就非一般人做得到正言上人也是最好的例子90岁高寿体力渐衰即使打着点滴也是照常会客连线开会等等，还是坚守自己分秒不空过跟尽情受献生命的这个硬规如果不是超凡入圣，怎么能够做得到我们凡夫生命打着点滴，一定躺在床上休息的，即使想起来工作，也是会心有余力不足也会现疲惫相这是人体很现实的自然法则。但是圣人跟觉者或智者就不一样，生病的时候也是生病心不病，有受报之事，无受报之苦，还是现庄严相。那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其实现在的一些靠霸主或草莓主或者妈宝，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如意，就怀忧丧志的不堪一击动不动就感觉被伤害没被重用没被尊重讲他几句就心灵受伤了碰到一点人事问题就轻易停退了，怨东怨西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命运不好就怪政府都在怪罪别人从来不会反躬自省那这么脆弱的人，老天爷就很难降大任给他了。所以想要训练坚强的意志跟游刃有余的韧性，就不能只待在平静的大海，而是需要在有风有浪的这个境界中去磨练心智的。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风平浪静的大海无法培养出好的水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